前面说这个中国的制造业，很多外向型企业不是中资的有些人认为这个话有点大，其实说句良心话，真的情况就是这样。中国每年出口创汇的企业至少有一半不是中资。那么中国政府获得的外汇，名义上出口创汇的部分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在中国的外资企业获得的，那么它是一尊过路财神。现在这个情况正在恶化，因为整个疫情期间，来自欧洲、美洲的投资正在减少，已经在中国投资的这些企业正在考虑撤离。他们有一个明确的计算公式，疫情超过4月底，今年的盈利就完蛋了。如果到了8月份，大多数在中国经营的外资企业将赔本，甚至有一些中小企业会破产，被迫放弃中国业务。那么我们知道，中国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部分现金流一般撑不过3个月，已经1个多月了，有多少企业能撑下去呢？对内地的中小企业来说，房租、税、工人工资、日常的开支一定是要付的，所以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实已经破产了。我们看到最多的是餐饮连锁、服务业，因为人口无法流动，导致这些企业被迫关张。那么即便有一些企业把人招回来以后呢，没上2天班因为发现一个疑似病例，整个单位都被隔离了，不仅没有办法创造效益，而且还导致企业增加了许多因为隔离而产生的负担。那么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相对还好一点，因为他们大多数情况下抗风险的能力比内地的企业要好很多。但有一些特殊的行业基本上也完蛋了，你比如说边贸、旅游这2个项目，别说在中国的了，即便在中国周边国家，或者说与中国经济交往、人口交往比较密集的国家，基本上也完蛋了。很明显的例子，中越边贸基本上停滞，中俄边贸停滞在其次，在俄罗斯部分与中国接壤的这些旅游城市、边贸城市，许多投资将在多年内都会血本无归，因为它有一个更大的负担，就是它是一个高纬度国家，即便与中国交界的部分也是需要供暖的，它实际的运作成本比东南亚与我们接壤的国家所有的边贸港口涉及到旅游的成本都要大，而且根本看不到尽头。这次的疫情最大的问题是不确定性，它增加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许多人还在说呢，因为疫情导致美元暴跌，人民币暴涨。我认为我看错了，是吧？我看的都是假网站吗？就在现在，人民币兑换美元，或者说美元兑换人民币1比6.9924，接近7，这叫暴涨吗？所以许多人是习惯于睁着眼睛说瞎话的。美国有许多涉及到旅游的，今年也完蛋了，是吧？我们知道贸易战期间旅游受到重创，但它还不像物流那样
物流因为高关税基本上都完了，旅游勉强还能活着。因为疫情导致的世界卫生组织发出了旅游警告，其实它只制定了一个中国现在发生的叫世界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紧接着我们看到川普大棒就挥下来了，这是我们很少看到美国政府有这样的魄力，实施了紧急状态，限制由中国到达的游客。其实不仅说过去14天在中国的，或者说到达过中国旅游的，即便已经到达了美国，这些来自于中国的游客也在被密切的监控中。只不过人家的手段相对比较怀柔一点，不像俄罗斯人满世界抓捕中国人，隔离中国人，甚至要求市民举报中国人。还有更远的非洲的埃及，或者说是接近非洲，是吧？所有与非洲有交往的这些经贸往来，他扛不住这么长时间的隔离。非洲人已经习惯用来自于中国的廉价的消费品了，对他来说质量还不错，凑合的能用，价格非常低廉。那么今天他们看到好像这种隔离对他们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所以非洲开始跟中国复航。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人们没有预想到的。当我们面对它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一点，这个世界在全球化经营了几十年以后，它已经不太那么容易切割了。整个转型期间的阵痛将由各个原先在中国的投资国来自我承担，中国政府根本就不会有任何赔偿，甚至连道歉都不会有。这是一种奢望，原先吃了我的你得吐出来，对不对？这是一个战略投资的失误。好了，谢谢大家，再见。